跟大家聊聊一个疾病，叫做食道癌。会聊这个疾病，是因为这几年其实尤其是最近其实有几位非常知名的艺人都陆续得到食道癌。第一个是这个徐少强，在我的印象中，他其实是个武打巨星，很常在运动，应该身体很健康。然而，当我们得知他得食道癌的消息的同时，其实就是他逝世的消息。其实只有从5月到9月，时间非常快。那另外一个艺人是方文琳，他是自己前一段时间自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跟大家说，他得到了食道癌的0期。因为这个相对比较好，我们来好好聊一下这个案例方文琳女士她当时其实有一个大的声明稿，里头还有提到几个东西，想请教一下徐医师。她说她其实做了一个健康检查，健康检查里头有一个癌指数，正常人3以下，她达到了9.8。据说这个癌指数好像后面她就发现是食道癌，你觉得那个是什么指数啊？这个就是属于 SCC 的指数。就鳞状上皮癌的指数那我们身体有一些地方有鳞状上皮像食道的上方，还有口腔黏膜还有咽喉还有这个肺部都有这个鳞状上皮，所以如果这个癌指数高的话，那可能就代表的就是说口腔黏膜或者食道或者肺部可能有这个癌症所以其实 SCC 高不是直接等于食道癌，它可能嘴巴啦、黏膜这些也都要相对去安排检查。那你会建议他做一个早期筛检的工具吗？其实它不太适合当做一个非常早期筛检的工具，因为它的敏感度不是很够就食道癌病人来讲，大概只有30%到70%的人他可能这个会阳性。那我们最好的筛检工具还是就是做胃镜。对，做胃镜。做胃镜的话，直接做进去一目了然。有时候还可以看到一些癌前病变，我们可以做切片确认一下是癌前病变还是食道癌。那我想说特别。他们2位很不同的地方就是徐少强先生他是有症状才来治疗，但这个时候这个肿瘤大部分都已经塞了整个食道的这个管径3/4，这时候肿瘤都已经蔓延出去了。所以徐医师，你的意思是说，假设食道癌出现症状，可能都已经比较晚期，大概都是第2期或第3期或第4期了。这个大概治疗上都非常的困难。是。那但是方文琳女士的话，其实她是健检的时候发现，这时候她可以发现第0期，所以这0期的话，就是说她只在这个食道的这个很表层的表皮上面，所以这个很容易的，就我们做胃镜就可以把它切除，而且这个5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90%以上但是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他当时说去做这个切除的时候，他说这个肿瘤的尺寸是10公分。观众朋友，10公分大概是什么概念？大概是一个这么长的一个状态。那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就会想说，这么长怎么会只有0期啊？是。其实大家想想看，方文琳女士她有提到说，她有时候睡前她会喝一些酒。对。那我们喝酒的时候，它会刺激食道的这个黏膜。那食道黏膜它喝过的地方就有可能会刺激到，然后就会产生一些癌前的病变。那一些癌前病变，有些地方比较厉害的，特别酒精有时候刚好在那边沉积比较久的，它可能就产生食道癌。那我是觉得说，它应该是。这个癌前病变的范围大概有10公分，是。那真正的癌症也可能在这癌前病变里面的，也许3-4公分的范围。那我们做内视镜就可以把沿着这个食道的这个边边，整个把它剥离下来。是。那所以其实许医师刚刚提到的分期就在这里。你说0期其实在这个更之前，它是在更表层。它是这样的黏膜层还分为上皮层和这个固有层。那方文琳女士，她的癌症只在这个表层，在更上面，所以她可以沿着黏膜下把它割掉。那如果第1期的话，就是到下面一点，就到固有层或黏膜下层了。那如果到第2期的话，就是吃到肌肉层。而且许医师，你说甚至到第2期，它也不一定会出现症状。对，不一定会。那到第3期，它就有淋巴结转移。是。那实际上我们临床最常见的就是第3期，再过来就是第2期。那如果到第4期，就等于说有远处转，肺部的转移啦，或肝的转移啦这些。那这个5年存活率在5% 以下。对。哇，那其实蛮严重的。那刚刚许医师其实有提到说，因为方文琳女士有习惯喝酒，喝酒它对食道黏膜会产生什么样的伤害？是。酒精对这个食道黏膜的伤害其实是很明确的
那我们喝下去的路径上，其实口腔黏膜也会受损，食道黏膜受损，胃的黏膜也会受损。那研究就显示，这个喝酒的人罹患食道癌机会是一般人的7.6倍哦，那很多很多哎。哦，那其实这个就跟喝酒的量有关系。我们一天喝酒量不要超过30公克，如果超过30公克，就会对食道啦、对肝胆啊会有伤害。而且许医师你说的30公克，还指的特别是男生，据说女生可能要会更低。对。哦，是。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很重要就是个人的体质。那个喝酒容易脸红人，特别容易得到食道癌啊？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常常是缺少所谓的乙醛去氢酶。那我们酒精在代谢的时候，需要肝脏里面的乙醛去氢酶。我们喝下去以后，它吸收以后先到肝脏，先经过乙醇去氢酶把它变成乙醛，变成乙醛酰。那再经过乙醛去氢酶把它转成2氧化碳水，这就无毒了。哦。但是有些人就缺少这乙醛去氢酶。像我就是，我喝酒就脸红。我们台湾人的话，47%都缺少乙醛去氢酶，所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质。那这样的体质的人，他得到食道的机会会是一般人的40倍哦。注意看是40倍，很高哦。那如果他每天又喝超过30克，然后又有这样的体质，哇，惨了，他就80倍的这个危险性。哇，而且据说，就算是你不是这样，喝酒也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特别的疾病，叫做马魏氏症候群。对。所以马魏氏症候群就是说，喝酒以后呕吐，剧烈的呕吐以后造成下食道的这个撕裂伤，然后有出血的情形，我们叫做马魏氏症候群。那我想问一下，假设说有一些人他吃饱后，他就希望吃更多去催吐，他也会出现这个，还是有可能哦？因为这个马魏氏症候群主要就是说食道的下方突然之间打开了，很厉害的打开，然后食物一下跑上去的时候，把它冲得更开，然后把它撕裂开来，里面的血管暴露出来以后出血。那就是所谓的马魏氏症候群，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假设说你今天这个除了喝酒，甚至你有习惯性催吐，其实也是不好。还有孕妇有时候剧烈的呕吐也有可能。哇，那另外其实方文琳女士她有一个习惯，因为现在渐渐我觉得开始天气变冷了，大家会习惯去喝一些汤，但是据说喝热汤也对食道不利。对，这个汤的话温度太高，大家想想看。像我以前有一次很急的喝咖啡，然后我的上颚就被烫伤了。真的？对，这个热的东西，这个 WHO 已经有讲了，温度超过65度 C 以上就是的这种热饮是食道癌的可能致癌因子。65度，其实这个概念是它是温的哦，它并不是烫的哦。对，还没有到烫的地步，那这个就会伤害食道。那其实有4种这个。喝热汤的习惯有可能会导致食道癌。就喝非常热的大概刚才讲的65度以上的那这个风险会增加1.9倍哦。等一下，徐医师，所以你说的非常热就是指65度以上，其实就算非常热，并不是我们去想象火锅汤整个滚的时候，那是叫做超级热。对，超级热。那还有趁热喝，有时候我们喝热汤都会吹一吹，等它凉一点再喝。对，有些人。吹一口马上就把它喝下去了那这个会增加食道风险1.76倍。然后有的人就很贪吃，一有热汤就一直喝得很快很急，那这个食道癌的风险会增加2.23倍。哇！那有的时候有些人常常会说我喝热汤容易烫到，表示我们的体质比较容易食道容易受损。那这种的话是得到食道癌的风险会增加1.9倍。那如果有些人是这4种情形都有的话，那这个食道癌的风险是一般人4.6倍哦。哇，那除了喝汤跟喝酒外，食道癌还有什么样的风险因子啊？食道癌的话，还有就是说像胃食道逆流，也是这个风险因子。那还很重要的吃槟榔，还有抽烟。如果吃槟榔、喝酒又抽烟，得到食道癌机会是一般人100倍哦，100倍。对，实际上我们大部分遇到食道癌病人，大概很多都是有这3个里面其中1个到3个。是，所以其实现在入秋了很多人可能会来碗热汤，或者是你本身饮食习惯就有一些错误的人，其实就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这些习惯，尤其是一个汤，等一下喝，其实就可以保护我们的食道哦。
大家好，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喜欢我们的影片呢，欢迎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另外很重要哦，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可以按下去表达对我们的支持。